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幂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学习要趁早啊。为了宣传电影《哈尔滨1944》，近日杨幂接受了媒体专访。在采访中，杨幂表示，目前她正思考如何做演员这件事。她决定打碎重组自己的演技，迎接人生的下半场。为此，在电影拍摄过程中，她特地找了老师指导自己，希望能摆脱过去的惯性思维。杨幂说的挺好，不过效果如何呢？还不知道，我们得等到《哈尔滨1944》上映时才能知道结果。杨幂身上有个标签叫只说不做，论各种鸡汤金句，她说的比谁都多，再加上努力营销，知道她金句的人不在少数。不过，她从不会去实践自己的金句，总是活在自己的舒适区。如今，杨幂想当娱乐圈资本家的梦已碎，还离开了相互成就的公司嘉行传媒，继续当流量偶像又太老了，少女妈人设的路已经走到尽头。她如果想继续站在舞台中央，只能依靠最后的标签演员，因此她不能继续待在舒适圈，必须做出改变，提升演技，实现转型，是她唯一的选择。然而人到中年，马上奔四，这时候才决定钻研演技，找老师重新学习，是不是太晚了点？杨幂有足够的金钱，也能腾出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演技，但是她这年龄想去学年轻时该学的东西，难度不小啊。弄不好，她只能再次上演只说不做的戏码。最好的学习时光是年轻的时候，那时人的思维并未形成定式，人生经验和职场经验不足，容易接受新的东西，然后把学到的新知识成为自己的本能，以后需要用的时候调出来就行。到了一定年龄，我们的思想中接受了太多东西，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模式，会主动排斥新东西，这个时候再去学年轻时该学的东西，难度不小啊。因此，学习要趁早。我们既没有杨幂那样的物质条件，也无法匀出足够多的时间去重新打基础。人到中年后，大部分人最适合的学习方式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深化、加固曾经学过的东西。中年之后，清空自己的大脑，格式化自己的思维，然后接受全新的知识，这只有天才可以做到，普通人不行。还是以杨幂为例吧，年轻时的她忙着跑各大片场，并没有在学校打好基础。出了学校后，她忙着钻研如何当明星，演技上只用肤浅的公式化表演模式去应付，她学到的东西仅限于在偶像剧领域发挥。如今她能加强的也就是这部分。对于非偶像剧路线，她的底子太薄，而脑子中已经没了容纳相关演技的地方。近10年来，杨幂不是没有努力过，只不过她只会营销自己的演技进步了，却无法真正提升自己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找老师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她真的想当好演员、演技派，早就应该认真打磨演技，体味人生百态，然后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。她上学那会儿，刚毕业的时候，打磨演技的机会多的是，曾经的恩师李少红也曾点过她。年轻的杨幂看到了另一条路，她愿意压戏、跑场子，演轻松的古偶，因此拒绝沉淀自己。不过，即便杨幂的演技没有提升，撕不掉演技差的标签，她的人生依然完美。娱乐圈追求的是什么？名和利，演技也好，唱跳能力也罢，或者是其他才艺，这些只不过是通往名利之路上的工具，而不是娱乐圈追求的核心利益。如今杨幂不缺名和利，当不了娱乐圈资本，但她的财富已经超越绝大多数人。当不了演技派，她却把明星标签擦得很亮。现在她想追求演技，
只不过是贪心罢了。他想要的不是提升演技，而是在名声上更上一层楼，当一个艺术家。普通人不能学杨幂，也学不来。他在一条路上已经成功了，另一条路即便失败也无所谓。你看，即便哈尔滨1944无法证明演技，杨幂的表现依然拉垮，她还有狐妖小红娘这样的古偶呢。大部分普通人呢，也许还没有通过最熟悉的道路，哪有空去回首人生，查缺补漏？如果年轻时我们没有打好基础，或许在学识上，这格局就定在那了，想改变几乎不可能。你说呢？